我最近真的被这个拱虾米给洗脑啦！拱虾米，米。baby， 这个怎么开呀？哦，这个怎么开呀？你们谁会啊？这咋开啊？卡不是巨轩，我卡啦！西西呢？他把我 WiFi 又带走啦。他没有带走 ，WiFi 就在这儿，我给你拿过来。来这儿了吗？哎呀，我不会用这个，真不会用。他们都说我卡。好。是。那怎么办呀？有什么用？也是卡的吗？谁看一下呀？卡出来了已经。不带美瞳，我不想带美瞳了，摘了。挺顺的，现在。现在 OK 了吗？好了，哇塞，简直了，家人们，这简直了啊！差点就那啥了啊，差点咱们就是说，差点就不美好了，这事儿弄的。接受。收点安生给你演啊！来，欢迎！小玉听到吗 ？Hello， 听到我们比个大拇指好不好 ？Hello， 一姐。啊？听到吗？啊！听得。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了，好不好？好。OK， 我们全网正在蹲守直播间的各位同。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一家三口在同班第2季首播直播的活动现场，我是主持人王春辉，也再次欢迎大家，也欢迎我们的主创们，欢迎夏导，欢迎赤赤，欢迎小玉。大家看第1季了嘛啊？第1季我们共同见证了，就是一对特殊的同班一家，从鸡飞狗跳再到渐渐理解。那这一季我们玩了个更大的，直接穿越回80年代，那个穿着校服，然后骑着我们的828大杠自行车，用磁带悄悄录下悄悄话的这个年代。今天晚上我们主题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致19岁的我们和你们。那说到80年代啊，也先考考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知道80年代学生最流行的是什么吗？大家可以打我们的公屏上看一下，80年代流行的是什么？
今天我们准备了，当然是我的听歌神器。每个人都准备了小宝贝啊，还有我的游戏卡片。哎，那这样我们一个个来吧，好不好？我们每一位都先跟大家再打个招呼，然后手里面大家都准备了一个这个80年代的小宝贝，也给大家介绍介绍。那我们从夏导开始。Hello， 大家好，我是那个导演王夏。然后谁19岁还没有玩过魂斗罗？玩过，我玩过。欢迎我们的夏导。但是我是那个小时候很小的时候玩。那条件还算可以啊，我都没玩过，其实。追着求哥哥们带我玩，当时也是。那我们下一位吧，下一位我们请那个小叶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分享一下手中的那个小宝贝80年代。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小艺，我在一家三口在同班2中饰演的是陈诗妈咪，然后我手里的这个，这个是个随身听啊，大家可以看到很大一个，现在我们手机都只有这么大，它这个还这么大一个，这个还是这个牌子货，家人们。家人们一看就是有点实力哈。好家啊！欢迎我们的小艺，小艺一出现，我们的直播就会充满一段满幸福的回忆。好，欢迎小艺。那接下来我们欢迎一下我们的赤赤。Hello， 大家好，我在我直播间里介绍我自己啊。大家好，我是演员周赤，然后饰演的是陈安生，在一家三口，然后这是我的上劲儿了。给观众伙们磕个头吧。这是小青蛙，但是说实话，其实我在很早之前还摆地摊卖过这个东西呢。真的哦，那也是很有生活了啊！欢迎我们的志志，虽然今天没吃晚饭，但是现在已经饱了，因为看到我们赤赤的颜已经吃饱了。今天欢迎赤赤，吃饱了。欢迎几位。今天晚上我们直播不只是剧宣啊，更像是一场跨时空的同学家长会。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开播之前有很多朋友们在问我们关心的爸爸的扮演者王艺磊，在这里呢也和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的艺磊老师因为身体原因还在休养当中，所以这一次没有办法和各位见面啦。我们也转达一下他的心意，他十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喜欢，也会和我们大家一起线上云追一家三口在同班2，好不好？感谢各位的支持，我们一起云追一下。同学们，现在我们就要进入到第一堂课。第一堂课我们的名字叫做聊聊成长的新故事。然后很多观众第一季看的时候都是感觉搞笑啊和心酸，那第2季我们就看了几秒钟的预告片啊，就开始鼻尖酸酸的，有感动。那也想先请我们夏导吧，跟大家分享一下从这个创作的角度，第2季的核心在哪里？其实第1季其实它是讲的是看见冲突，对，就是妈妈回到儿子18岁和儿子去缓解以前的一个关系，然后第2季它其实是看见彼此，就是我们第2季做的整个故事呢是不仅让母子同班，同时呢更让他们的梦想同频，对。然后其实陈诗重拾年轻时的设计梦，然后安生呢在支持妈妈的过程中和妈妈相处的过程中，知道妈妈生活的不容易，然后呢也找到了自己的责任感。然后第2季其实想说的是，最好的亲子关系是一起成为更好的人。对，其实我们之前杀青的时候抛过2个问题，其实大家去看的时候可以带着这2个问题去看。第一个问题呢是，如果你消失的话，你妈妈可以过得很快乐，你愿不愿意消失？第2个问题是，如果2个相爱的人在一起，你知道未来可能不是很好，在当下你们愿不愿意在一起？这就是一家三口2所传递的2个问题。对，哇，谢谢我们的这2个问题真的好有深度啊，值得回味很久很久。那问一下我们的赤赤和小叶，第2季的核心你们感觉心在哪里？也分享。我觉得陈诗这个角色，他第1季的时候是一个为了孩子可以放弃一切、放弃所有的人，想让就是所有的心都在孩子身上嘛，为人父母嘛。然后第2季的话，他其实更像是
从孩子的身上实现了一个自我的成长，他的重心也会偏回到自己身上多一点，一个是妈妈帮儿子，一个是儿子帮妈妈。我觉得就每个角色都是在每一季第二季当中都是有了一个新的成长，然后从观众视角来看的话，我觉得爱也是相互会让彼此成长的。那我们也请智智分享一下第二季你觉得新在哪里？首先新在哪里？新在同班，上个班是那个什么，在学校里的一家人、一班人、同班同学，现在是工厂里的同班。反正也是同班上。还有很多新的利益在那放着吧。然后包括就是现在就是我们当下的这一代年轻人，然后如何的去理解自己的父亲母亲。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可能我们有时候不太理解他们，就像我们会给自己说，未来如果等我有了小孩了，我一定不会让我小孩怎么样，我一定会给他什么什么好的。其实想想父母小的时候，他可能也是对自己说过相同的话，但是他们当时可能吃不饱饭，穿不暖，然后他们的核心可能就是等我长大了，我一定要让我的小孩然后吃饱穿暖。然后其实我们都在一代一代的人的更能去相互的理解和建联吧，我觉得。谢谢大家的分享，大家的分享都是很有深度，也是很能够让大家共情啊。我们也看这个预告片嘛，第二季预告片里面，大家也穿着80年代的衣服，骑着老式的自行车，有很多年代。也问问我们的这个夏导，为什么一定要选在重返80年代？因为那个是陈氏19岁的时候。对呀，你再重返到70年代，我这也太小了。全是上幼儿园的故事。安生去当哥哥的故事。对呀，这硬性条件摆在这儿，他只能到80，这是数学问题。对。那个我也再补充一下，因为我刷到一个评论啊，就是说80年代是一个梦想刚刚被允许的年代，就是也是很多时候梦想从80年代开始有了很多的一个选择。好，下个问题我们问一下那个小易老师吧。80年代的陈诗和第一季有什么的不同？那个儿子，你觉得妈妈有什么不同？叫儿子叫这么顺口。首先呢，我觉得一个人的心理的阅历肯定不一样的，对吧？他当然了。其他的不同的点，我觉得观众朋友们可以去我们的 Red 果上，然后发现。我现在在这儿说，那岂不是剧透了？对，大家可以去多看一下我们的剧啊，一切都在我们的剧中，大家去发现属于我们的这个一家三口的故事，然后包括的一些好玩的点啊，大家去剧里面多看看啊。下一个问题我们问问赤赤吧，刚刚问那个小易自己 Q 到那个赤赤了。赤赤你觉得怎么全问我？好，你问我，我听。赤赤也分享一下，小易也分享一下。这是咱稿上了吗？赤赤你就觉得第二季当中最难诠释的是什么？最难诠释的，其实我觉得还好哎。然后其实没有什么难诠释的，因为首先呢，编剧把剧本写得很完整，然后导演呢指导的又很好，对手演员配合的又很好，然后一系列组成，我觉得就是我们诠释的内容都在作品里。你说最难的，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全部都迎刃而解，在我们的积极配合下。我们给我们团队点赞了，在这里啊。谢谢。小易呢？小易觉得有没有会有难诠释的？哎，你这会儿先问了他，再问了我，我就没法推给他了，好聪明。你可以推给夏导。哎，对呀，夏导，你觉得呢？小易要回答，其实你可以提前回答嘛，对。啊？你还是要回答的，对。没事，你俩石头剪刀布吧，谁赢了谁先回答好了。早点回答，我觉得没有什么很难的地方，因为我觉得整个故事我拿到这个完本的时候，我就已经迫不及待想投入其中了。没有什么很难的，大家
就像那个赤赤刚刚说的，大家术业有专攻嘛，导演把这个画面啊什么的都把控的那么好，我有什么好难呢？这样都说到这儿，那夏导你呢？其实他们都夏导说，难点是我还没瘦下来演安生。他们都很信任我。其实2的时候，就是我们拍摄的时候，整个的氛围都很好，就像老朋友见面嘛，本来就老朋友嘛，对，所以就很顺畅，没有任何的磨合期，就自然而然他们一站在那儿 ，OK， 母子关系在那儿，对吧？朋友关系在那儿，就一下就出来了。对对，而且这回是真的像，就是更像是朋友一样，我觉得，就是因为是他们真正的18、19岁，然后上次的话是他们心里还有一定的阅历在那放着，这次的话我们就是同龄人。那说完这个之后，大家对于我们这个剧啊，有了更多的这个期待包括说到这个同龄人，之前可能是就是上一集大家会有一个父母的一个这个代沟啊和感觉，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也替大家来问一问，很多年轻人都会重新回头理解父母嘛，但是父母这一代其实也有自己的遗憾和没有被看见的人，会觉得一家三口在同班2，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替父母去表达嘛。天啊，那个有很多，我是在那个原来如是他们账号不是老发我们的一些预告什么的吗？然后我有刷到真的有粉丝朋友在底下写很长的话，说哎呀会让他想起自己的妈妈，想起自己的父母。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很有意义。再说到我自己身上呢，我又觉得好像确实拍，因为我演妈妈，但是我现实中我是有妈妈的嘛，所以就是演了妈妈之后，我对我妈妈的感情就是产生了一种就是更亲近的那种感觉，拉近了距离。对，以妈妈的心态来演了这个之后，好像我更能就是了解我妈妈一样了。那个赤赤呢？我演完的时候，其实我在拍摄期间，因为我是一直是跟我爸爸妈妈一块住的嘛，然后回家就在洗漱的时候，我就问过我妈一个问题，我说妈，你小的时候有没有幻想过，如果自己有孩子，然后你想给他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然后其实我觉得更能以他的视角去看待，其实他们也是第一次做父母嘛，然后大家都是第一次做父母，肯定有些就是没有，就是不会100%的，就是达到一个就是可能孩子心目中的合格线，或者就是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更能的去理解和包容他们，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如果下一代 AI 这么发达，对吧？然后他们的成长速度可能会比我们更快，其实我们也会跟他们存在一定的代沟啊或者什么的。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多理解，然后多去站在双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我们也是需要多一些跟父母啊一些沟通啊，双方立场上的一个理解。可能站在他们的角度来说，可能我们作为就是我们如果是父母这个角色来说，我们也不一定会100%保证比他们做。所以我觉得我们这部剧也是很好，能够拉近和父母当中的一个沟通和交流。是的。这是有没有就是这部剧演完之后，然后跟就是爸爸妈妈聊完之后，会跟父母的感情也会更好一点，更像朋友一些。我跟我父母的感情一直都很像朋友，真的，一直处得很好，怪不得在剧里面演得这么好，原来是家庭氛围就很好啊。我跟我爸妈都跟兄弟姐妹。好朋友，好朋友。好，那到夏导了，夏导也分享吧。其实我拍完之后，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回去翻看了我父母年轻时候的照片。对，就是没有拍这个剧之前就翻照片啊，就直播啊，这是他们年轻的时候。但拍完这部剧之后，我看他们年轻时候的照片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对，我觉得他们也跟我潇洒过。对，我可以理解。对，我爸那个时候是烫过头的。我以前在想，他烫什么头？有什么好烫的？看完之后，我觉得
他们其实也拥有和我们一样的19岁。对，其实父母也是拥有他们的花季的年纪啊，拥有他们这个想要表达的时刻，他们有他们的这个潮流，也是让我们更加理解这个爱啊，理解我们的家庭。那还有一个问题，我看那个评论区也大家分享的也蛮多的，就大家是怎么理解18到19岁这个年龄段的？几位看来这部剧真正想拍的是青春本身，还是人在青春里第一次学会理解爱和家庭？很有深度的。天哪！我说实话，谁先说啊？我不是，我只是想表达一下，就是这个就是演的时候没有想这么深，老师。现在可以想。现在嘛，其实我觉得青春不一定是就是要学会爱或者干嘛的吧，青春也有其他的很多的东西元素在的，对吧？每个人的青春也都不一样的。而且说的很好。青春其实很长，我觉得也不是局限于哪1、2年。对，是的，我觉得我现在也正青春，18、19也正青春。只要心态好，我觉得夏导也正青春。永远18岁、19岁。夏导呢？夏导正青春着呢。夏导在吗？夏导。哎，下线了，夏导你卡了。夏导，快回来！夏导在不在？他卡了是吗？非静止状态。哦，我卡了吗？有一点。没卡。有。刚才是不是青春了去？青春一下。夏导到底分享了。我肆意张扬一下。我不卡吧？现在 OK。我不卡吧？啊，现在 OK。你青春。就是我觉得，我说实话，90后你会发现，每一代人都不一样的，特别是90后会从来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30几岁了。我现在只认为自己是25、26岁的小伙子，因为时代的问题。我相信可能到下一代00后那一代，他们可能永远都是一种青春的状态。对，我觉得青春是一个好东西，青春是可以，就是你有青春的心，你就可以去挽回很多未来的事情。对。那让我们大家一起保持青春，保持年轻的心。然后现在是真的有些朋友们是在这个18、19岁的，那大家也是这个会对18、19岁的朋友们现在会说一些什么？首先就是马上即将高考的18岁的朋友们哈。因为最近有在后台有收到一些私信，就有的朋友们因为即将面临高考了，很紧张嘛，然后我不禁就想到了我们曾经高考的时候也很紧张，然后就是希望可以给他们就是那个儿子快点鼓励一下大家，说点鼓励好听。加油！高考顺利哈！对，希望大家都可以像安生一样，就是考出比自己预期还要高的成绩，超常发挥。记得看看安生，沾安生的好运气。好啊，看看安生，看看我们的好运气。刚刚我们聊的都是一些走心的话题嘛，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还是要一起玩起来。在一个班里面，大家也会多一些班会啊，这个玩游戏啊之类的。所以我们今天也准备了几个小游戏，看看几位的默契度如何。第一个游戏我们叫做默契大拷问，我会给出一个问题，然后几位必须同时选择心里最符合的那个人。说出他的名字，然后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弹幕当中一起来发弹幕，看看好不好？来，准备一下游戏环节。游戏一是默契大拷问 Round One， 来第一个问题，谁最像学生时代上课偷传纸条还假装认真听讲的人？3、2、1，夏导，安生。现在说夏导的最多，那个我们赤赤和小易为什么觉得夏导是会偷传纸条，然后还认真听讲的？因为他心思很活络啊，就是他有的时候天马行空，脑子里东西会非常多，所以他应该是那种就是比较有这种小动作比较多的人吧。赤赤呢？为什么你觉得是夏导？首先呢，就是陈诗，他是高中就毕业了。然后他应该传纸条没？不是剧情里嘛。
就是他说的不是上课偷偷传纸条吗？咱俩都不是那爱学习的料。我是爱学习的料。我不好，大家都爱学习，主要是可能学习的位置不一样。安生上课不传纸条，是因为他光睡觉了。安生直接上课讲话，传啥纸条？是了，夏导你自己说，就是你自己是不是那个时候会传纸条，然后假装还认真听讲课？我真的是啊，对，其实他们没有说错，对，因为我觉得就我们那个年代。手机还不是很流行，对，所以我们的通讯方式只能用这种最简单的通讯方式，对，去聊一些自己的小心思啊，其实就很青春嘛。但这个不提倡啊。传的啥？纸条里面写了什么？我想知道，大家想知道写了什么？这个就是瞎聊。我知道，我知道写的什么，写的6月1号。看一家3口在同班。好，天才来了。夏导打开一看，一家3口在同班2，6月1号0.06分，太上线啊！最好的6·1儿童节礼物，来 ，OK， 第一题我们就先这样，我们来下一题啊，下一题默契大拷问。在剧组里，谁是真正的搞笑担当，最会活跃气氛？3、2、1，磊子哥，多一个答案嘛？是不是？多一个答案。那就是说一说有没有就是当时活跃气氛的一个好玩的点，有没有能重现一下的？大家，我。怎么说？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挺，就是有意思的，就是包括里边有意思的点，也是我们共同的创作磨合出来的，对吧？我们要想达到10，然后每个人，出个2啊、3啊、4啊，然后5啊，然后零思巧构一下就够了，对吧？零思巧构一下。那个非要说个担当的话，我觉得肯定是，女主老师还有那个导演老师。那个，其实你分享一下呗。那个小易和夏导，就他们气氛担当一般会做些什么？会怎么逗？就是好比我们有一些拍摄的点吧，然后夏导就能就是给我们指出来，然后怎样去表演啊，怎样配合镜头啊，会更加搞笑，然后怎么样的。然后小易老师的话，就是其实小易老师和磊子老师他俩都是就是一本正经的搞笑的那种，就是呆呆的，因为他们可能就是面对那个年代，对于安生来说，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其实是有点奇怪的。那夏导呢？夏导能不能就刚刚我们赤赤说你是那个？其实我说实话啊，对我说实话，我觉得他们3个人都挺好玩的。就是你说具体谁吧，我觉得小易可能会比较强一点，但是另外2个也不甘落后。我只记得几场戏啊，我就讲几场戏，就有一场戏是小易的，我真的笑了半天，包括我现在还会去笑。就是我们切一个大全景嘛，所以这场戏其实是一个很感人的戏，我觉得很感人，我觉得巨感人。我说全景切完之后，那近景的先放情绪，对不对？然后小易说，我就说那个，那先切全景吧。然后小易说，我 get 不到这场戏，我觉得我不可能哭的。然后全景的时候就开始痛哭流涕，你知道吗？到后面，他每一次要放情绪的时候，他都说先切我。对，我觉得这个就很好笑。然后那个张弛呢，他会给很多新的点，对，然后这些点呢是出乎意料的，就有好几场戏，我就觉得让我我觉得他的思维就很跳脱嘛，对，就跟那个安生是一样的，对，然后他天马行空一点，对，天马行空，对，然后他和我讲一下磊磊啊，磊磊是怎么样？磊磊和王小2个都是冷幽默，你知道吗？就是其实他们一本正经的说一个事情，但实际上都很好笑。特别是磊磊的话，他整个都是呆呆的那种，
但是他会愿意陪他们两个去玩。对，然后特别是父子两个人相处的过程中啊，就是你会很明显的看到，就是儿子像妈妈，就是我觉得这个剧是最成功的点，儿子像妈妈，对，就爸爸就是木木的呆呆的，然后儿子叫爸爸你要胆子大一点，他还要去叫爸爸去如何追女孩，对，然后呢，妈妈呢是我爱你，我会做所有的决定，对，然后你一定要跟我走。就其实爸爸是其实比较被动的这部剧，对，其实有点像第一季的安生，然后他那种愣愣的，什么狗屁方法呀？就这种，然后好几次就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很好笑的点，就是王一磊说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去追他，他到底爱不爱我？就是安生就每次都会就要想要抽他的感觉，你知道吧？但是因为父子之间的关系，他每次都是忍着，到最后都拍大腿。对，所以这个剧就真的又好玩又好笑又好哭。又好玩，对，又好笑，然后又好哭。刚刚说到哭了，下个问题其实也和哭有关啊。看到感人的剧本或者片段，谁会是第一个偷偷抹眼泪的小哭包？3、2、1，谁？都会吧？小易老师吧？王小艺真的是王小艺，我觉得是王小艺。小易分享一下吧。我觉得都会吧，因为我从我们演的时候能感觉到彼此的这种情感的碰撞。我不信你们看剧本没哭。哭了，我嗷哭。说吧，肯定是都哭了的。我拿到剧本我就开始以泪洗面，然后有没有哪个瞬间就是情绪一下就到的，就是一下就哭出来的？很多，其实我有很多都来不及过去架，你知道吗？就他们一个个都跟我说，这场戏我不可能哭的，我不可能放情绪的，我是专业的演员。然后全景机位一架，开始各种痛哭流涕，你知道吗？这个真的很有意思，氛围感上来了，氛围感上来了。因为他们真实的感受到了这个人物，同时在表演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们在表演过程中，你们会想到自己的父母。就是他的情绪是自然而然出来的，对，我都不用讲太多，我只要躲在监视器面前默默的哭就行了，大家的共情啊，躲在监视器哭也是被大家的这个感动到了，也带入到了，所以大家看我的监视器有一天有一场特别有意思，有好几场戏，安生去到妈妈家去看妈妈家怎么样，看妈妈以前生活的怎么样。然后那场戏，就是我会去回想我父母我妈妈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就那天我后面坐了一排的人，对，然后在他们的表演过程中，就是一排人都在我这边拿餐巾纸哭，你知道吗？就是真是与真的，就这真的事情，就是因为它太动人了。就这次的所有的哭泣是因为这个故事，因为曾经的自己去哭的。这个很真实。哎，我在现场还逮到编剧老师哭了，他哭就是对，边哭。我们3个演那一场戏的时候，就是好像在就是路边那个吧，于志明他家，不是在于志明他家。然后我说你是世界上最棒的最好的妈妈的时候，对。那个时候然后我是拍完什么？我是拍完，然后我去跳那个手势舞了。我看余光表演的搁那哭得很厉害。刚刚。然后我们3个在那拍那种，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其实我还记得印象很深了，就是那场戏哭完之后，然后我们又再来了一遍，你知道吗？就是那这个戏剧点就出来了，就是那个王一磊老师磊嘛，他怎么样？他在拍戏的时候，就是陈师要给他拿药，陈师不小心把他给就是捅了一下嘛，然后他就摔了一跤。他摔了一跤之后，他的椅子是真的摔到了那个椅子上，他屁股是真的摔到了椅子上。硌到那个硬的了。我发现
我前面看到安生在哭，看到小艺在笑，然后我看到那个于志明就是爸爸，他躲在那边偷偷的就是抚着自己的屁股在那边不说话，你知道吗？是真的痛的。都很痛啊，现在都很痛。好，其实他那个椅子也砸到我的脚了，所以我就知道他肯定是真摔了，但是我又没办法，就是表现出关心或者怎么样了，我也。我给他抹的红花油。好，刚刚我们本来是默契大拷问，聊着聊着就越聊越多。那接下来我们来个那个快问快答吧，好不好？犀利快问快答，看看谁是最80年代。然后规则很简单，就是我提问之后，然后几位老师准备抢答，好不好？来，好，准备啊！80年代的爆款电子产品，江湖人称红白机，用黄色卡带能插2只手柄玩魂斗罗的是什么呢？3、2、1，恰好抢答了，小霸王。对，年纪摆在这儿，没办法。赤赤和小艺玩过吗？玩过呀。那举例还有什么游戏？除了魂斗罗，雪人兄弟，铁人兄弟啊，还有人马里奥啊，马里奥啊，超级马里奥。好，下一个快问快答，对暗号了。脑袋大脖子粗，下一句是什么？3、2、1。这个咋说呀？是我，就是下一句是张彻。脑袋大脖子粗，下一句。不是，我觉得你在点我。这是什么？我怎么这是？这个是干嘛的？是导演。这个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小品里面的一句话，大家就是看之前春晚的话应该会知道，是什么？不是大佬就是伙夫，不是大款就是伙夫啊。不是老板就是伙夫。哦，不是老板。是我们那个哦，不是大款就是伙夫，不是大款就是伙夫。啊，那80年代是像我这种年轻的的那种。我以为你描述大山呢。我知道那个其实是01年的，他可能没看过这个，那个播的时候他还小呢，是不是？懂。好了，我们下一题啊，3、2、1，宫廷玉液酒180一杯。哎，抢答正确，180一杯。还记不记得当时是什么小品？小野。那个，谁演的？还记得？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老师演的。对，我其实看过这个，我也看过。下一题啊，下一题。80年代的运通货，上紧发条会自己往前跳。那个青蛙呀。抢答了，我还没说3、2、1，3、2、1回答正确啊！铁皮青蛙啊，往前跳的嘛。刚刚那个趣事已经说过了。那真是硬通货呀！硬通货，一根绳2个人，翻出降落伞无脚星，简单的绳子也能玩出花，是什么童年游戏？回答正确。你们会翻吗？就是这样子。会。你也会？我可擅长啊！一勾都是勾了，一勾一勾。来，咱玩一把。来一把。我们那边叫挑帮帮。下岛接上。该我了，我再接一下给下岛。你看。没有一起看。小玉你怎么什么都讲？可以的。小玉没回我。小玉你怎么啥都知道？发现很多人都知道。俺那边好像叫撑皮筋儿。撑皮筋。跳皮筋儿。挑绳。然后挑帮帮，下一个。好。叫魏淑芬，女，29岁，至今未婚。这句经典的1989年春晚的台词，出自哪位喜剧演员之口？3、2、1。要不要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我刚刚耳机那个什么了，你再讲一下。我再说一遍。哎，家人们，俺叫魏淑芬，女，29岁，至今未婚。刚刚已经小玉说出来了。出自魏淑芬，
口。我弹幕的朋友们都看过，他们都知道是宋丹丹老师。对，宋丹丹。那这样，宋丹丹每个人能不能重现一下我们宋丹丹老师的一个经典小品一句话语录？我是黑土，我是白云。啊，夏导。不是你们2句话都说掉了，我说什么？想一个新的没说过的。我叫白云，全凑上了。不是，你叫那个脑袋大脖子粗。不是。攻击中的战斗机。哦耶，哦耶，这个大家可以存在啊。下一题，我们那个每个时代都是有一些流行的歌的嘛，对不对？那80年代流行的歌。等一下，我这弹幕上说看到我就摸帽子，也是丹丹老师说的吗？开玩笑的。好，下一个，那个每个年代都有一些流行的歌嘛，那这下我唱前4个字，然后大家知道的话，直接把下半句唱出来，好不好？来，准备，3、2、1，龙奔狼狗，万里江山那能永不消。你们2个是参加我最追，我调调唱出来也可以了，也是默契。夏导要不要哼一句？哼完之后我们下一首吧。下一首我们下一首我接完了，大家也不知道唱啥。下一首呢，我再想一个吧，想着那个来，接。来，你挑着担，这个吧？对，是这个，就是人家来，都看过。80年那个时候那个西游记是流行的。何方？路在脚下。好，可以了，都来啊！路在脚下，好剧就在我们的6月1号。大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太有梗了，突然之间来了个特效，停不下来。刚刚我们聊了很多啊，就是每个人学生时代可能的样子。然后今天主题再 Q 一下，是至19岁。也想问问3位，现在的你，第19岁自己想成为的样子吗？如果有机会的话，想对19岁的自己说什么？我先说吧。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在年轻的时候一定要许愿，然后在19岁的时候一直想。我小时候呢跟自己说，我说我长大了一定要天天看电视，天天干电视。然后我现在实现了，我每天在看监视器。简化。对。我也是有感悟，我觉得你说的非常有道理，因为我曾经我的有一个愿望，就是我希望每天就是可以坐着大飞机，然后在每个城市之间飞来飞去。做到了。支持呢？我就不对我18、19岁说话了，因为我觉得他少一步都成为不了现在的我。我对我现在的自己还挺满意的。很满意啊。对，无论是好的坏的，其实都是需要经历的。对，人生就是都会有最好的结果。对，就是最好的结果。对。啊，然后还有那个看到很多人在评论区都说，就这部剧最戳人的地方，就是它让大家第一次开始认真去想，如果爸爸妈妈也回到19岁，他们会是什么样的？那大家是怎么看我们观众们有这种情绪的共鸣的？分享。就爸妈穿到19岁，然后呢？就是我爸妈穿到19岁。很多人第一次看完我们剧就会认真的想，如果爸妈回到19岁，他们会是什么样的？就大家怎么看？大家会有这种情绪的？是问弹幕还是问俺们？问你们的，因为是大家在想这件事情，然后想问大家。就是问我们是吧？我们对，问我们主创们，如果爸妈回到19岁，他们会就是这个问题，我再重复一遍啊，就是这部剧很戳人的地方是，我们这部剧
让大家第一次开始认真的想，如果爸妈也回到19岁，他们会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我们主创们是怎么看待观众们会有这样的情绪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其实我说一下，就是一家三口二，它不是一个孟和的故事。我非常不喜欢孟和的故事，为什么？因为他给大家造一个梦，但是呢，到最后告诉你这是梦，对。但一家三口一和二，它不是梦，就是特别是二可能会告诉你什么？就是你父母在一起，可能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遇到的人有关，对，而那个人改变了很多事情，但是他们忘记了，对，而那个人可能是你，就是他不是，就刚才我说的，就是怎么说，少一步都成为不了现在的我。然后大家可以看看，其实也是少一步，他们可能也不会变成现在的他们，就是安生的爸爸妈妈，还有他整个家庭，是吧？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对，他们其实也是有好多的连接在那放着的。小易呢？哎，什么来着？那这样吧，我们就请小易，提前跟大家分享一下下一个环节好了。我们提前收集了很多粉丝的留言，然后其中也有信挺打动我们，我们就请小易替我们大家读读看吧，好不好？好。呢，信已经在我手里了，我是第一次打开。哎，这里面还有个什么？哦，是这个哦，没事。一排都凉了。好，来这个粉丝 ID 啊，来大家听啊。这位粉丝的 ID 叫柚子吹水，他说等了很久，一家三口在同班第2季终于开播了。这部剧让我第一次认认真真的想，我的爸爸妈妈18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我好像从小就习惯了他们无所不能，妈妈永远知道药箱在哪，爸爸永远修得好家里所有的东西，他们好像生来就是爸爸妈妈。可我忘了，他们也有过18岁。我曾经翻到过一张旧照片，妈妈扎着辫子，穿着碎花裙子，站在树下，照片背面写着日期，那一年她正好18岁。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忽然觉得好陌生。那个少女怎么会是我那个每天唠叨我多穿点少熬夜的妈妈呢？爸爸的18岁给他奶奶说过，他那时候特别倔，高考落榜后一声不吭地跑去工地搬砖，说要自己挣学费复读。后来真的复读了，也真的考上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人了。如果时光真的能倒流，让我奔赴他们的18岁，我想对那个扎着辫子的少女说，你以后说话很大，就是风风火火，可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我想对那个倔强的少年说，你以后还是爱逞强，什么都不肯说，但你真的撑起了一个家，辛苦了。谢谢这部剧，愿更多人和我一样，开始想见见爸爸妈妈的18岁。谢谢大家的分享。那想问一下，刚刚我们小姨读完这封信，你的感受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一直听到张志在外面偷吃，那个纸在那里的声音。没有吧？我其实这个就像是我们刚刚那个问题嘛，他就是通过这个剧里面的爸爸妈妈他们回到了年轻，而想到自己的父母的年轻的时候，然后来写的这一部戏，让也更加好奇自己的父母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因为他们认识到父母的时候，父母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了，其实是没办法跟他们一起过青春的嘛。说完我们的青春，然后也读了我们粉丝的信，还是要回到我们的主题是19岁嘛。19岁也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高考。正好再过几天有很多的孩子们，我们的宝宝们要进入到考场了，那也很好奇啊，就是3位老师当年高考是什么情形，然后考完之后第一件事去做了什么，那我们都分享一下。夏导先分享吧。其实我考学这一块其实都挺顺利的，就是我没有那个什么过多的
有过多的那个记忆嘛。对，其实我说实话，我考完之后我填志愿的时候，对，我当时填的就是我父母想让我做医生和做律师，对，但是我偷偷的填了那个影视广播编导，影视导演方向。然后当时考完之后，我妈那个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你去念书吧，如果你爸不支持你，我给你掏钱。”哇，立体。对。那小易呢？我高考的时候特别紧张，因为我不是一个学习很好的料子，然后反正就是很紧张。但是考完我就把这事儿忘了，我去染了个头。就是考完之后，很多人也会去做一个让自己开心的事情，释放一下压力。这没有尝试过，因为以前上学是不让染头的嘛。然后考完试了之后，我就去染了个头，就做一下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对，尝试也没做过的事情。然后其实也分享一下。我呀，其实我家里人对我考多少分这些，就是没有太在乎。我记得我查高考成绩的时候，我查到我说，那晚上我查到，然后查完了之后，我去敲我妈的门，我说妈，我考了多少？哎，没事，睡去吧。我说好，回去是啥事？因为其实就是，怎么说？我家里人心态还蛮好的。心态好是真的好。对，心态好很重要。OK。对，其实我觉得是心态很重要。如何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呢？我觉得多出去看看、运动，然后多看看自己喜欢的剧啊。像我们的剧里面有好哭的地方，有好笑的地方，我们还是一部轻喜剧，也欢迎大家多考完之后也可以多看看，然后现在大家也可以看看，调节一下我们的情绪。我们也谢谢3位的分享。那最后我们也带着这一份青春的滚烫，要进入到今晚的最后一刻了。最后一刻呢？是的，就剩1个多小时了。青春的去世到我们成长的遗憾，从自我的解放再到双向的救赎。今晚我们也读懂了一家3口在同班2的温柔内核。那我们也做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事情，我们也拍一张全家福吧，好不好？那说完全家福，我们有个很重要的，就是也少不了我们的爸爸，所以我们把爸爸也带到了这个现场。我们请大家一起来拍个全家福，好不好 ？Hello， 磊子哥。Hello， 打招呼了。那说完3、2、1之后，我们就咔嚓，然后一起留下我们这张跨越时间的同班同学全家福，好不好？来，3、2、1，咔嚓，记录一下我们的全家福。这个来看我们的一家3口在同班2哦。好，谢谢大家都截到了啊，我们也谢谢祝大家成功毕业。最后的时间马上跟大家说再见了，也是要到高考了。我们几位老师也每个人一句话送给马上要走进考场的同学们，给他们加油，鼓劲。我先说吧，就是这一份呢是6一儿童节的礼物，但是各位学子呢都开始去高考也有住校，对，然后呢，但是这一份礼物永远等着你们来拆，但是你们的青春只有一次。一家3口2在同班2，永远等着你们去把它打开。好，谢谢夏导，永远等着我们大家打开，我们一起期待我们的6·1礼物，大家加油啊！小易分享吧，有什么想对我们马上要高考的朋友们说的话？希望大家可以放平心态，那就是反正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嘛。但是也不要有太多的心理负担，因为这只是你人生中经历的一件事情而已，你还有很多很有意义的事情在后面等着你，就放轻松平常心就好，当做一次体验就好。好，谢谢小易，人生在于体验，谢谢。吃，首先呢，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考一个理想的成绩，比自己预期的还要高，还要
中考的朋友们，还有小升初的朋友们啊，都要考好成绩。当然，就像小易老师说的，其实这就是人生当中的一小段。其实，就是无论是考好考坏，心态一定要好。就是未来，你要相信，未来的你一定能够接住现在的你。加油啊！一起接住，好。也非常谢谢我们3位老师的这个分享。马上我们今晚的毕业典礼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一家3口同班2的故事，其实在刚刚开始。然后要再跟大家强调一下的是，我们这是一部轻喜剧，大家去看的话也会很开心的。是的，会绷不住的，露出我们的笑容，噔噔。然后我们最后的环节马上跟大家要说再见了嘛。然后我们3位老师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还有粉丝朋友们说的话吗？我想说一句，就是家人是不会让你一个人去淋雨的，都会陪伴的。对，谢谢家人们。太有梗了，小叶。希望大家看得开心。好，我们希望大家一起看得开心。到这里呢，我们的一家3还有那个准备一包纸巾再看。要准备，真的要准备，对，其实刚说完之后，然后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个一整场接近1个小时的直播说完之后，其实这部剧也让大家有更多的兴趣，既好哭又有泪点，然后又好玩又好笑。那大家也别忘了，今天晚上我们的这个也是0.06分6一儿童节的礼物也要送给大家，是我们一家3口在同班就要上线啦。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要不3、2、1，跟大家一起说一个剧中见，然后我们就跟大家告别吧，好不好？好，来，3、2、1，一家3口在同班剧中见，拜拜，多多关注哦，拜拜，考好试各位，拜拜了。什么？拜拜，我说要考好试了，让大家好好考试。收到，考试，我会好好去准备的，放心。好好准备，拜拜。好，拜拜。